在喧嚣中死磕，在清爽中沉淀。解码檀健次的长期主义护城河剩下的蝉鸣，总是伴随着几分焦躁。但当你拉开一罐冰镇雪碧，听着那声清脆的呲，仰头灌下一口冰凉时，那种由内而外透出的爽感是骗不了人的。最近，檀健次以雪碧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，将这种极致的爽人感具象化了。在雪碧夏日爽人感点的物料中，它清爽利落，完美契合了品牌活出你的爽的核心理念。粉丝们在社交平台上自发安利，推广爽人瓶，场面热烈。但这仅仅是它近期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一个切面，如果你只把它看作一个在夏日里贩卖清凉的商业符号，那就太低估它了。在流量更迭如走马灯的娱乐圈，檀健次之所以能稳稳地站在聚光灯下，靠的绝不仅仅是几张好看的海报。拨开清爽的表象，你会发现他骨子里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死磕精神。从演唱会舞台的原创保卫战，到录音棚里的寸土必争，再到荧幕上一个个鲜活角色的打磨，他正在用一种极其清醒的长期主义，为自己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护城河。爽感背后的极致死磕，不玩虚的，只拼硬的品牌方选择代言人，从来都是一场精密的算计。雪碧选择檀健次，看中的不仅是他的高人气，更是他身上那股与活出你的爽高度同频的生命力。这种爽不是敷衍了事的表面功夫，而是全力以赴后的酣畅淋漓。这种态度在他对待音乐和舞台的细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近期在 Chala Girls 等主题互动和直播中，粉丝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鲜活的檀健次。他不仅展现了极佳的舞台表现力，更被眼尖的粉丝捕捉到了他在业务上的狠劲。有消息透露，他在歌曲创作和录制时展现出了极强的胜负欲。在录音棚里，他不是一个随便唱唱就收工的歌手，而是一个对每一个咬字、每一次气息都锱铢必较的细节控。这种有些胜负欲全在录歌上的较真，恰恰是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体现。他深知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耳朵是挑剔的，只有用100%的能力和态度去对待每一次开口，才能在舞台上呈现出那种毫不费力的爽感。粉丝们对此深感敬佩，因为大家明白，没有谁的成功是凭空而来的。他在镜头前的游刃有余，全靠在无人问津处的死磕到底。这种敬业态度，让他与雪碧所倡导的活出你的爽形成了完美的互文。真正的爽，是拼尽全力后对自我价值的绝对确认，捍卫原创的尊严，多见一次背后的版权保卫战。星号。如果说对业务的死磕是檀健次的内修，那么近期围绕其自创演唱会多见一次的维权事件，则是他向行业乱象亮出的一把外加利剑。在当下的演艺市场，舞台内容同质化严重，甚至缝合怪频出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檀健次及其团队坚持多见一次演唱会的原创性，显得尤为珍贵。律师明确指出，该演唱会的舞台内容具备独立原创性，其独创性表达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。工作室也迅速行动，对相关物料打上了醒目的版权标识。然而，树大招风，当疑似抄袭的争议出现时，檀健次团队没有选择息事宁人，也没有陷入粉圈常见的口水战，而是采取了最硬核的方式，依法维权。主办方迅速发表声明，启动核查程序，承诺依法维护原创团队的权益，并呼吁公众理性发生这一系列操作，赢得了粉丝和路人的广泛支持。粉丝们没有盲目控评，而是理性的晒出演唱会物料上的版权标记作为佐证，并喊出原创不容易，抄袭可耻的口号。这不仅仅是在维护檀健次个人的权益，更是在捍卫整个演艺行业的原创底线。多见一次，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，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原创心血。檀健次团队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在知识产权面前没有模糊地带。他们保护的不仅是一场演唱会的舞台，更是对所有默默耕耘的原创者的尊重。这种对原创的敬畏之心，正是檀健次能够走得长远的重要基石。演员的底色与清醒，靠作品说话，让法律发声。舞台上的光芒万丈，终究需要扎实的根基来支撑。对于檀健次而言，这个根基就是他的演员底色。粉丝们常常强调，檀健次一直以来靠作品说话，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粉丝滤镜，而是他演艺生涯的真实写照。从《长相思》中隐忍深情的香柳，到《猎罪图鉴》中敏锐细腻的沈毅，再到《四方馆》中灵动机智的袁墨，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跨度极大，且都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。他不挑题材，不顾舒适区，而是将精力全部聚焦于角色塑造与音乐创作。他深知流量可以带来一时的喧嚣，但只有好作品才能留下长久的回声。每一个角色都是他与观众建立深度连接的桥梁。然而，在享受作品带来红利的同时，
他也必须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暗流涌动。面对网络上不时出现的不实信息和恶意抹黑，谭健次工作室展现出了极其强硬和清醒的态度。他们持续采取法律措施，明确声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，坚决维护艺人的合法权益。这种不惹事但绝不怕事的态度，给粉丝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在案件伤人成本极低的网络环境下，工作室的亮剑不仅是对谭健次名誉的保护，更是对网络暴力的有力回击。他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我们专注作品，用实力说话，但对于恶意的重伤，我们绝不妥协。法律将是我们的武器。平视的互动与真诚的内核，一场双向奔赴的默契。在业务上死磕，在维权时强硬，在演戏时沉浸，但在与粉丝的互动中，谭健次却展现出了极其柔软和接地气的一面。近期发起的 Chala Girls 主题互动就是一个绝佳的缩影。在直播和最新物料的分享中，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偶像包袱，而是像朋友一样与粉丝灵活互动。他分享生活日常，回应粉丝的关切，用一种宠粉但不媚粉的姿态，吸引了大量参与。这种互动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。粉丝们称赞他每次出现都用100%的能力和态度对待观众，这不仅仅是指舞台上的唱跳，更是指他在面对粉丝时的那份用心。他记得粉丝的梗，回应粉丝的期待，用平视的视角去交流，这种双向奔赴的默契，让他的粉丝群体呈现出一种健康、理性的生态。粉丝们不仅安利他的商业代言，支持他的原创作品，更在维权事件中保持理智，在作品宣传中注重路人盘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偶像的真诚值得用同样的理智和热情去回馈，每一次相见都值得多见一次。回顾谭健次近期的种种动向，从雪碧的清爽代言到演唱会的硬核维权，从录音棚里的胜负欲到荧幕上的角色塑造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浮躁时代中依然坚持长期主义的破局者。他不随波逐流，不敷衍了事，他用活出你的爽的态度面对生活，用死磕到底的精神打磨业务，用法律武器捍卫原创尊严，用扎实作品回应外界喧嚣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太需要这样沉得下心、守得住底线的艺人了。谭健次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，真正的顶流不是靠数据堆砌出来的泡沫，而是靠一部部作品、一场场舞台、一次次真诚的互动垒砌起来的堡垒。对于观众和粉丝而言，这样用心打磨自己的谭健次，确实值得我们多见一次。因为每一次相见，他都能带来新的惊喜，每一次舞台，他都倾注了100%的热爱。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能继续带着这份清醒与死磕，在属于他的旷野上，活出更极致的爽感。